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你有没有在滑剪的过程当中一滑，哇，一戳就掉下来了，完全整个大失手的状况呢？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解的一项技术呢，叫做滑剪连接法。这是我们在讲解修饰单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谓的滑剪连接法，就是从短的到长的，我们进行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传统意义上面，我们可能会用剪刀的层次去做连接，可是会很硬。例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剪一个韩系的刘海，我从中间开完引导线之后，我要跟旁边的去做连接。如果你用平剪的方法，你就会发现你的发尾不会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所谓的 slide cut 滑剪连接法这样子一个动作去做操作。想要知道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就开始喽。好的，说到这个滑剪连接法 slide cut。这个技术呢，基本上是从英系就开始有的，就是可能20年前、3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流行国外的这种不连接、落差非常大的层次，例如说 overcut 上面剪得超短，有点类似庞克，然后下摆留得很长。但如果说他想要让上跟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能够稍微接顺一点点，你如果用层次的方法接，它就会很硬。所以开始越来越多的发型师，例如说 Anthony Mascolo， 以前的滑剪连接法最主要是针对层次上面的衔接不连接上面的接顺的一个动作，可是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了。现在的滑剪连接法最主要是在做修饰的时候，例如说我的轮廓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我需要做一个衔接的一个过程。OK， 所以第一件事需要大家重视的第一件事就是工具了。我们现在拿了2个不同的工具，一个是平剪刀 ，OK， 这个叫做平剪刀。平剪刀顾名思义就是它是平口的，所以它滑出来一定会非常硬。那我现在用的这个叫做滑剪刀，各位应该可以看到那个切口上面都是圆弧状的。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比较不容易剪出来一大撮掉下来，就好像我刚刚开场说的，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一剪完，哇操，一撮掉下来，整个大失手，因为你的工具可能选择上面就有问题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呢是 Green Mouse， 就是日本公司的这个 Roka 系列的剪刀。那这个剪刀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各位看一下滑剪刀一个非常重要重点，就是它的屁股一定要是人体工学的。如果你没有使用人体工学的滑剪刀的屁股的话，你在滑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用你的手腕在做出力，也是很容易失败的关键之一。所以这是工具上面的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举几个案例，告诉各位怎么样使用滑剪连接法这个技术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操作。那所谓的滑剪连接法呢，一般来讲我们会选用滑剪刀。那这个时候呢，应用场景目前这个时代最多的时候，就像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如果要剪刘海的时候，如何把这个短的跟长的进行做连接。那现在我手头上拿的呢，这个叫做滑剪刀，顾名思义，它就是圆弧状的。那我们现在来一样的长度，我们来设定这个地方，然后一样点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切口柔和非常多，有没有柔和非常多？一样是点剪，但是因为滑剪刀的关系，这个切口就会比较柔和。放下来，刀痕就没有那么明显。那这个是我们最长的地方，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直接先在中间这个地方先设定出这个最短的位置。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将这个中间这个小撮的这个地方的分距分出来。那大家在抓的时候，大家可以1个指幅到2个指幅左右的一个宽度。那最主要是你这边头发放下来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中间的面积有多少，你先决定。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用滑剪刀，我们就把它梳出来。OK，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裁切。OK， 这个地方要轻轻的哦，不要太用力。OK， 把它点掉。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会稍微再造型一下，所以这个有可能等一下会到这个地方左右，所以你就不要一次把它剪得太短。OK， 大概在鼻子左右的位置。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我们先把这一边放下来，这个是最短的，这个是最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连接的动作。滑剪连接法跟滑剪最大的不同在于，滑剪是做调亮用的，可是滑剪连接法最主要是针对这一刻的短跟长之间的切口去做连接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如果你是用剪，它就是一条线而已；但如果你是用滑剪连接法，滑出来的这个刀口是从短的滑到长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发尾一个动感的方向，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现在就把它拿起来，然后运用滑剪刀，发根不要梳到，拿着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的手可以先去抓到这个最终的这个位置的斜度，那我就知道我等一下的斜度是要这样跑，因为我的手已经帮我决定了。然后剪发梳放旁边，然后我的剪刀平行我的头发 ，OK， 到这个地方，然后我的手已经决定了，所以我的剪刀跟我的手平行，就是我的手已经知道我最终的位置嘛，那我的剪刀也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把它滑下去。OK， 这个叫做滑剪连接法，所以它的切口就会是柔和的。然后再来一次哦，这个是短的，这个是长的。你看我的剪刀跟我的手是平行的，因为这样子滑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会，因为如果没有平行，你可能这样一滑过去，把这个角剪掉了。OK。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进行做连接了，各位应该有看到，就很顺的连接了。那这一侧都不是什么问题，那这一侧该怎么办呢？我们一样拿起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站在我们的后面，这边是我们最长的位置，那这个地方是我们最短的位置，一样拿出来，站在后面，然后你的手的斜度就可以跟你的最后的长的跟短的这中间的斜度进行做安排。假设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一样平行1，那我们就一样这样接过去。再来一次，这个是短的，这个是长的，这个斜度我已经安排好了，然后我们就这样从这边慢慢的接过去，这叫做滑剪连接法。那这样剪完之后，两边就会是非常顺的，从短的延伸到长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已经剪完了轮廓之后呢，我们会在这里面稍微做一些调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发片拿出来，然后我们会针对里面的结构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样拿滑剪刀，然后我们可以在内结构部分稍微从短慢慢延伸到长，就等于我们刚刚的滑剪连接法是在这边，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再去做一些内部的调整，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层次，它就有一些动感，可以让它往后面这边跑动了。好，一样把头发拿出来，好，一样，1、2、3，一样慢慢移动你的身体，然后内结构调掉啊。这个时候一样会有些头发可以往后跑动，因为里面有些内结构从短到长跑过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常常看到的一些比较柔和的刘海的操作。那我觉得滑剪连接法这件事情，大家一定可以试试看。第一个步骤，先去设定最长的，再去设定最短的，然后之后再用你的手去决定你的斜度方向，然后再进行做连接。那我们等一下造型完之后再给大家看成果咯。好的，这就是我们刚刚造型完之后的一个样貌了。那大家会发现到这个斜切面的切口相对来说是比较柔和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在做滑剪连接法的时候，滑过去的柔和度非常的重要。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我们等一下换个场景去做收尾咯。好的，我相信大家刚刚看到操作完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更了解 Slide Cut 的一个操作方法了。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一定要会的一项修饰的方法，因为现在有太多需要做这种柔和的轮廓的连接了。你的剪刀手势、你的剪刀的使用选择，如果你不够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剪出来一个落差非常大，跟你想象落差很大的一种技术了。所以尽可能还是选用对的工具跟对的技术。那节目到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啦。那我们也帮粉丝谋了福利呢，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一把 Roka 的这把剪刀呢，应该说这个品牌呢叫做 Green Mouse。那这个 Green Mouse 呢来自于日本，那非常好用。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剪刀都出清了，主要就是因为为了要换这个系列的剪刀了，因为非常好用。我们也帮粉丝谋了福利，下面呢有购买网址，你只要输入折扣码 Science Cut Lab， 就是所谓的科学剪发实验室，你就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剪刀能够享到9折，我觉得落差非常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一把假设2万块，9折就差2000块了，哇，真的差蛮多的。那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咯。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就下面留言。这里是科学剪发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